我爹每天都会将浪百只蝴蝶碾成泥，逼着我娘敷在脸上。这是古法蝶面，只要敷够749天，定能引来帝王垂青。果然，日子久了，我娘身上渐渐散出一股诡异的香气，一缕淡到极致却又辨不出味道的香气。那天，上万只蝴蝶突然破门而入，妖怪瞬间爬满了她的周身。无论此后娘走到何处，身旁都围满蝴蝶。这种般奇景很快引来了各路大人物的眼神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奇观？娘本就貌美，爹为了升官，竟狠心将她送给了一位大人物。明日你便跟着那位大人走，保我平步青云，这是你该做的。不去！你不去，我就弄死你爹！娘抵死不肯，爹却以外父的性命相要挟，娘走投无路，只能勉强应允。只是一夜，娘就被那些大人物折磨得遍体鳞伤，被送回了家中。还没过3日，爹的外放调令就下来了。他当时喜笑颜开，外放的调令终于到了，我终于要升官了！外总父无意间得知此事，气得病情急转直下，没几日便撒手人寰。爹，你别去，都是女儿的错。接连丧父与折辱的双重打击，娘一病不起。可爹怕夜长梦多，草草安葬了外祖父，便不顾娘的病体，执意要即刻离京赴任。一路颠簸，娘的心情越发沉重，爹却全然不顾她的死活，半点不肯停下歇息。娘咬着牙硬撑，险些命丧途中。此时娘才惊觉自己已经2月没来月食了，心中惶恐，不敢寻大夫诊治。怎么会？已经2月了，已经2月没来月食了，怎会这样？爹还是发现了端倪。去请大夫。大夫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回老爷，夫人是孕育者，已有2月余，居然敢怀了这个野种！大夫，快去给我开药！老爷使不得，夫人身体亏空，已经到了极限，本就虚弱不堪，如果打胎，怕是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我不管，今天这打击压药，你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，事情我担着。喝了，把这孽种打了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这个孩子是我活下去唯一的念想，我死也不会喝。如果你敢强逼我，我便即刻入京，找那些大人物告状，让他知道你是如何待我的，让你官途尽毁。好，我留着这个孽种，但你也别想再做我的正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由妻妾，往后在府中夹着尾巴做人。1月后，府中张灯结彩，父亲娶了当地员外的女儿做大夫人。喜堂之上，大红的绸缎刺眼，母亲挺着威龙的小腹，向大夫人跪敬茶。我听老爷子说，你水性杨花，偷人怀了罪状，本开死路一条。万幸老爷念及你家年少时的资助之恩，才留下了你和腹中最恶种的性命。老爷心善，我却不是。今日便给你立规矩，先废了你这张勾人的脸，让你留下长点教训。往后夹着尾巴做人，如果敢有半分不安分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哼！夫人，大夫人有令，现在府中没人敢给你找大夫。父亲路过偏院，看见母亲毁容的样子，嫌恶地皱起眉头。夫人派人给母亲送来各种补品和精致饮食，她素来苛待我，怎么会突然这般心善？其中定有古怪。母亲暗中观察，发现府中住着一位来自京城来的老嬷嬷。老嬷嬷衣着严谨，气场威严，时常来偏院看她的肚子。嬷嬷，你看这胎相可好？这个老嬷嬷定是那位大人物身边的人，她怕是得了消息，派她来监督我的肚子。夫人用力啊！恭喜夫人是个千金。稳婆拿着襁褓中的我递给老嬷嬷，竟是个不中用的丫头。随着她一起消失的，还有府中送来的补品和吃食。母亲坐在床边坐月子，这般苦日子，我们母女俩一过就是15年。这15年里，京城的那些大人物好似快将我和娘和抛之脑后。最开始父亲还心存忌讳，日子久了，
渐渐放肆起来。老爷，别打了，是我不好，你救我来！娘，我的亲爹到底是谁？问的次数多了，我便不再提，免得惹他更伤心。我心里清楚，亲爹就在京城，娘总躲着爹和大夫人，偷偷往京城寄信。那些信都是寄给亲爹的，我曾偷偷看过，信中字句都是央求他接我回京，对他自己的苦吃却只字不提。可每一封信最后都石沉大海。这是娘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娘，怎么了？我偷听到你爹和大夫人商量，把你嫁给陆炳文的三儿子。陆炳文是爹的上官，脑子嗡嗡作响。论门第，他家本万万轮不到我这样的庶女，可他那3个儿子已经没了性命，还是在花楼里犯了立刻封死的。通判夫人疼惜儿子未曾成婚，一心想为他寻找个女儿结姻亲。他儿子身份极高，不愿委屈，于是寻找官宦人家的嫡女。可就算再想巴结陆炳文，也不肯把女儿送去结姻亲，更何况是官宦世家，结姻日本就丢人，何况本人还是那般不光彩的死法，谁家把女儿嫁过去，怕是要被旁人的唾沫星子淹死。后来听说通判府放低了要求，庶女也可，但仍要官宦人家的女儿，可始终没人肯应。我万万无一道，爹竟主动上杆子答应了。为了讨好上官，他竟什么缺德事都做了出来。没有路证，我们定然走不了官道进城。绕走小路，又怕会遇上山贼或者山中野兽，兴许便客死途中。可以不走，往后的日子比死还难熬。我们遥遥相望，大难寻觅个人迹罕至的山里落脚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也比在这府里受气强。站住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夫人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爹那混账如果真的要把你嫁过去，为娘大不了一头撞死在你花脚前。娘，千万别干傻事！我怎会不懂娘的心思？大梁朝律法有规定，父母双亲若有一方过世，子女需守孝3年，期间不可嫁人。就算陆炳文一手遮天，也不敢逼着孝妻的女子嫁人，这分明是釜底抽薪的法子。其实眼下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，大不了我便嫁过去，入了通判府，定要在陆炳文面前给爹上眼药。我和娘在柴房里饿了3天，这3日里，下人只送了水来，堪堪保证我们不会被饿死。景元啊，我的好女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是啊，景元，这几天是我们不对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往后你就是大富大贵的人了，可千万别忘了你爹的养育之恩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不可忘啊！听了爹和大夫人的话，我和娘哪里还能不明白？京城那边终究是来人了，只是我们满心疑惑，这10余年杳无音信，为何偏在此时寻？请，快随我去前厅，贵人还在等着呢。是当年的崔嬷嬷，正是那个见娘生下女儿，便满脸失望离去的老嬷嬷。见过崔嬷嬷。怎生的这般上不了台面？我倒浑不在意，自己的模样我最清楚。我随了娘的底子，好生收拾一番，随老奴回京。崔嬷嬷口称老奴，眼神却高高在上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仿佛在看一个可以随意指使的下人。敢问嬷嬷，为何突然来接我去京城？我刻意说去而非回，摆明了不认那从未谋面的地方是家。崔嬷嬷罪，
刘景瑜年纪小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与他一般见识。侯爷和夫人做主，为你定了一门亲事。老奴此番来，便是接你回京成亲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京你必须回，否则……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竟是一位侯爷。愿意，自然愿意，这是刘景运天大的福气啊！我知道他在自责自己护不住女儿，让我任人摆布。我跟你去京城，但我要带我娘一起走。这成何体统？哪有女儿出嫁带着生母的道理？你娘必须留下。会不知他的心思，娘若跟着我走了，他便没了是我借着我攀附侯爷的筹码。而崔嬷嬷不肯应，其实即便她答应，我也不敢带娘前往。那京城于娘而言，怕是羊入虎口。我这般说，本就是为了谈条件。我不带娘走也可以，但娘必须搬出这府宅。另外，你要安排2个下人专门伺候她，否则我便是死也不会踏上去京城的路。可以，于他而言，只是让娘搬去别处住，仍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心里也能接受。都怪娘没本事，护不住你。娘，别这么说，去京城总好过在这里受气。那位侯爷亲爹纵然对我无半分父女情分，可大户人家最重脸面，断不会像爹这般无耻，做出卖妻卖女的龌龊事。那一晚，他拉着我说了整夜的话，无非是叮嘱我到了京城万事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见过夫人。别磨蹭了，快上马车。景远，娘，我求您了，你回去吧。如今的我根本不是爹和大夫人的对手，可这些年我们母女受的所有苦，我记着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千倍百倍的偿还。马车行了半月，终抵京城。这条路，崔嬷嬷日日教我侯府与宫廷的规矩，从行立坐卧的姿势，到见人行礼的礼数，甚至吃饭饮茶的细枝末节，无一不细细叮嘱。我学得认真，偶尔做错动作，被他拿小棍子抽打手心，也半分怨言没有。我清楚，这些规矩是我在京城立足的根本。崔嬷嬷教规虽严苛，吃事上却从未亏待我，山珍补品日日不断。不过半月，我就长了一些肉，先前因常年挨饿的憔悴气色也逐渐红润帅气。现在到了侯府，有些事也该让你知道了。你的亲生父亲是宁远侯杨敬之。侯爷风流，府中妻妾成群，引人注目，却唯独膝下无子。除了你这流落在外的，府中还有3位亲女。大姑娘嫁了镇远大将军，二姑娘许给了吏部侍郎公子。本有一门亲事定给13姑娘，侯爷不愿，才想起接你回来替嫁。你的婚事是太后钦定，要宁远侯的3女儿入宫为妃，这本是旁人求之不得的荣宠，可无圣上消血之症。太医已断言，身高3年阳寿。萧环登基3年，身子孱弱，膝下尚无子嗣，朝中后继无人，各势力遍布暗中站队。最希望继承大统的是圣上同父异母的弟弟萧景玉。太后为稳定朝局，想拉宁远侯一族站在圣上这边，才下旨赐婚。可侯爷狡猾，钻了一个空子。他将你接回，对外称你是3女儿，而真正的3女儿连夜改了排行，成了4姑娘。太后下旨第2日，便风风光光嫁去了萧景玉府。太后就这般算了？木已成舟，太后纵使心中有气，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我这才惊觉，此番入京，竟是踏入了双方权力争正的密阴窝。周遭的人皆是手握重权的庞然大物，于他们而言，我不过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，只需动一动手指头，便能将我碾得粉身碎骨。我心中更添疑惑，宁远侯竟敢公然与太后萧行叫板，他的底气究竟在哪里？
侯爷和夫人忙着筹备娘娘的婚事，实在抽不开身，便先让娘娘在这院中安置。入侯府3日，除却崔嬷嬷与院中侍候的几个丫鬟，我再未见过府中任何一人。那位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宁远侯，尤其始终未曾露面。崔嬷嬷这话连3岁孩童都骗不过，我却懒得识破不见。就我而言，反倒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心里早有猜测。杨静之计已执意导向萧景玉，便绝不会再与萧恒有半分牵扯。我这个代替嫁入宫的弃宰，于他而言毫无价值。他为了向萧景玉表忠心，自然也不愿见我。我要崔嬷嬷随我陪嫁入宫。是。娘娘，侯爷应允了。三小姐小心脚下，老奴陪您出嫁。烛火跳动的光影映照着满殿红绸，我的红盖头扁如一尊没有生命的红木。崔嬷嬷站在一旁，眼神焦灼地望着殿外方向。新婚第1夜便独守空房，如果这传出去，怕是要成后宫上下的笑柄。娘娘不要多想，圣上并非因你替嫁而冷落。自古太后选入宫的几位娘娘，皆是这种待遇。听闻这是圣上与太后娘在斗气呢。他们2人为何斗气？坊间早有传闻，圣上身子亏空严重，子嗣艰难，加上太医的断言，太后娘娘急着皇位后继无人，怕萧景瑜趁机登基，这才接连挑选世家女子入宫，只求能有一位诞下皇子承继大统。可圣上内心不满，觉得太后是他们传宗接代的工具，故而对太后挑选的这些人一概不见。好些妃嫔甚至刚入宫没几天，便被直接送出宫了。所以坊间还有传言圣上的身子。萧恒的身子究竟如何？是否真的不能房事？在我看来，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闲话。眼下最紧的不是争宠，不是诞下子嗣，而是在这波为云诡、步步精灵后宫中活下去。唯有我站稳脚跟活下来，远在他乡的娘子才能安安稳稳，不受半分折辱。娘娘，按宫中规矩，新妃次日该向皇后请安，可皇后1年前便自请去了灵台寺礼佛，现今宫中大小事皆由太后做主。您今日需先去寿康宫向太后问安。抢了，备轿吧。劳烦公公通传，扶风园景妃前来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太后娘娘尚未起身，景妃娘娘便在门口跪着等吧。此刻与寿康宫争执，只能落得更糟糕的下场。太后本就因宁远侯的事心存怨气，或许还夹杂着萧环昨夜未去服服风格的不满，这份气我只能受着。景妃娘娘进去吧，太后平静了。臣妾又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金安。萧环身有咳血之症，太后熬夜研看医书，想来全是为了萧环。长得平平，身子还这般瘦弱，怪不得皇儿不肯翻你的牌子，真是不中用。太后娘娘的教训是，宁远侯糊弄哀家的事，哀家暂且不迁怒于你，但你既入了宫，便只有一个差事，好好服侍萧环，为皇室诞下子嗣。做不到，哀家这口恶气便只能出在你身上。给你1个月时间，好自为之。娘娘，您可得更快让圣上召您侍寝。老奴今早打听了，这些年太后选入宫的美人，除了圣上贵宾安排送走的，其余但凡1个月内未得侍寝的，都被太后以不中用为由下旨送出宫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也忽然懂了皇后为何自请离宫礼佛。事到如今，唯有想办法破局，才能住在宫中，护住远在他乡的娘。去御书房。皇兄要将国库银子尽数拿去赈灾，那陈地的大军粮草何在？这是萧景玉的声音。如今这些时日，萧景瑜的名声不断如雷贯耳。他是萧寒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先帝亲封的铁帽子王，在军中威望极高。听闻先帝本传位于他，可先帝临终时，他正在边境作战，先帝恐国本动荡，才传位给萧寒，又封他为铁帽子王，以安其心。富贵险中求，眼下的处境，只有殊死一搏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看圣上昨晚彻夜批改奏折，
辛苦未归，一早便备了一些点心和汤水，特来给圣上请安。圣上，这是银耳雪梨水，润喉止咳，您尝尝。王爷一路奔波，想来也辛苦了。臣妾备了点心，王爷也尝尝吧。贱人，你竟敢戏弄本王！给本王吃的是什么？土！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爷觉得这根本难以下咽，不过是因为王爷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。如今凉州、陈州大灾，群众吃光了树皮草根，若朝廷再迟迟不发赈灾粮，他们便只能去吃观音土填肚子。王爷可知吃了观音土的下场？臣妾略知一二，吃了之后小腹会半痛如石，坠痛难忍；吃少量尚能苟活几日，若吃多了，肠胃会被撑裂，最后活活胀死。皇兄如今连后宫妃嫔都管不住了，竟容得后宫之人在此议政。方才臣妾在门外听闻王爷怀疑圣上是嫉妒您即将平定瓦剌的功劳，才执意将国库银子用于赈灾。臣妾听罢只觉可笑，更庆幸先帝当年选了圣上继位，果然是明智之选。王爷虽然有能力，只是真相一旦传开，说萧锦义在御书房当众殴打后宫嫔妃，损的是王爷的名声，乱的是皇家体统。圣上心系天下，视百姓为子民，可王爷眼中却只有自己的不是奇功，从未顾及过受灾的黎民百姓。二人格局高下立判，更何况王爷军中的部下难道就没有凉州、钦州的子弟？他们若知道王爷为了自己的功劳对他们在灾区的家人置之不理，他日他们还会对王爷忠心耿耿吗？牙尖嘴利的女人，本王不与你一般见识。皇兄当真是娶了个好妃嫔，臣弟告退。方才不是还言辞犀利，丝毫不让，这会儿倒怕了。方才是真的怕王爷一时怒急，真的对我动手。其实方才心中毫无底，可我知道，只要萧焕不发话，我便不会死。这种冒险总归是不亏的。既怕，为何多嘴？因为臣妾看不惯他这般欺负圣上。哼，这天下谁敢欺负朕？你真吃过观音土吗？没有，骗萧景瑜的。不过小时候倒是吃过树皮，那年被大夫人罚不许吃饭，饿了好几日，便和娘去扒榆树的皮吃，把外面的硬壳剥掉，里面的嫩皮嚼着，还有点淡淡的甜。娘总说，若是闹了大灾，树皮都未必能抢到，能吃上树皮，说明还没到绝境。人只要活着，就总有希望。活着？那你入宫又是为了什么？臣妾入宫只为活着，臣妾要得到圣上的宠爱，唯有如此，臣妾才能在这深宫，在这京城好好活着。我的身份，我的过往，萧逸定然已查清，遮掩不如坦白。这种直白的诉求，反倒比那些虚情假意的奉承更有用。你若想好好活着，朕可以做主，像以前那些妃嫔一般，送你出宫，与你母亲团聚，安稳度日。圣上之前送走的妃嫔，皆是有家世依靠的，他们出宫后有家人护着，自然能安稳。可臣妾不一样，我和娘子无依无靠，没有自保之力，若出宫，不过是任人欺凌，根本活不下去。你先回去吧。臣妾遵旨。景妃娘娘，太后娘娘传口谕，召您即刻去寿康宫。哎呀，景妃来了，快过来让哀家看看。好丫头，哀家果然没看错你。听说你今日在御书房怒斥萧景哲了，干得好，真是给哀家长脸。那萧景缇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兔崽子，仗着自己有功，仗着圣上性子温和，便百般放肆。要不是哀家顾忌着太后的身份，不好与他一般见识，前锋去骂他了。太后说的是，今日这一场冒险却是还原的。太后对我的态度彻底转变，萧贤也记住了我这个不一样的景妃。只要我好好经营，定能在这深宫站稳脚杆。娘娘，今日您的举动实在是太冒进了。
侯爷如今与萧敬瑶已是结盟之事，娘娘今日怒怼萧敬瑶，侯爷身边倒不可能会说什么，可四小姐在身边，怕是会记恨。她口中的四小姐是宁远侯真正的三女儿，改了排行去嫁萧景玉府的那位。侯爷和夫人素来最疼四小姐，您今日让萧景玉下不来台，四小姐岂会善罢甘休？嬷嬷的话我记着了。说到底，我本就是宁远侯弃子一枚，杨敬之的态度于我而言无关紧要，可他那骄纵的女儿倒是不得不防。萧环始终还是没有传召我侍寝，我倒也不着急。今日之事本就是为了在萧环和太后面前留下印象，侍寝之事急不得，只能慢慢来。娘娘，老奴私下打听来消息，朝堂上因凉州、郴州的赈灾事宜吵了数日，最终大半朝臣都站在圣上这边，赞同先拨粮赈灾。萧景玉因此在朝上发了一把好大的火。世人都说朝中半数大臣倒向萧景岳，可此事看来终究是名正言顺的君主，仍是众望所归。娘娘，宁远侯府四小姐如今的景玉王妃杨雨瑶递了帖子入宫，说是前来拜见您。知道了，引她去御花园相见。切！景玉王妃今日入宫，见本宫这语气跟我说话，真以为入宫做了妃子就高人一等了？你不过是我爹见不得人的私生女，你娘是被他那没出息的相公送上门的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个野种，一个野种也敢对王爷不敬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景玉王妃嘴下留德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你景玉王府，容不得你放肆。皇宫又如何？你就算入了宫，还不是连圣上的面都攀不上？听说圣上至今未宠幸你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没有我们宁远侯府杨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听说你娘还在沧州，到底本王妃定让人好好照顾她，让她知道交出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是什么下场。你敢！这个巴掌是给你的教训，让你记着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对王爷大呼小叫的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回去吧。今日之事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身后那道落在我背上的视线依旧未散，我心中清楚，该做的都做了，今夜便是成败的关键。嬷嬷也回去歇息吧，今夜不用守着了。沧州小院里的柯带，爹的冷漠鞭子，娘追着马车摔倒又爬起的模样。从黄昏等到深夜，直至子时将至。就在我以为计划要落空时，院外传来了清浅的说话声，伴着脚步声渐渐靠近。我知道我赌赢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还疼吗？为什么都要欺负我？我和我娘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只是想好好活着，为什么这么大的愿望都不能实现？我早打听过，萧环每日批改奏折累了，申时2刻必会去御花园散步。今日与杨雨瑶的这场对峙，本就是我设计好的戏，唯一的观众便是萧焕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在宫中被人当众掌掴，还被拿生母相威胁，却还要强装坚强，不肯声张。这份怜惜，终究是被勾了出来。娘娘这般利用景玉王妃，就不怕老奴将此事告诉侯爷？嬷嬷尽管去说，我本就没打算瞒着杨敬之。如此说来，娘娘当日执意让老奴陪嫁入宫，竟是为了方便与侯爷联系。当日侯府要安排陪嫁的人，里头未必没有杨敬之的眼线，或许还有旁人安插的棋子，我一个个都信不过。倒不如让嬷嬷跟来，起码我能确定你是杨敬之的人。娘娘怎就这般确定老奴是侯爷的人？当年我娘怀我时，是嬷嬷你从京城去的沧州。听说你见我是个女儿，满脸失望，她
看我不中用。侯爷夫人素来容不下我娘，岂会派嬷嬷去照顾一个外室和她的孩子？唯有杨敬之才会丁不想要儿子，看是否能诞下男丁，为杨家添嗣。我之所以执意让崔嬷嬷陪嫁人，还有另一层原因。崔嬷嬷虽是杨敬之的人，却尚有几分良心。当年她为我娘安排的院子干净整洁，来京城的路上教我规矩也尽心尽力。比起杨敬之身边的其他人，她已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嬷嬷替我带2句话给杨敬之：第一，萧景逸虽有继位的可能，可前提是萧环真的会早早病拒，且无皇嗣留下。世事无常，变故太多，这么早便急着站队，太过不明智，让他好好思量。第二，我娘是我的底线，谁也不能碰，让他看好杨雨瑶，若再敢让他打我娘的主意，休怪我不顾及宁远侯府的情面。老奴记下了，定会将娘娘的话一字不差带给侯爷。杨敬之这个人，我虽从未见过，却早已将他的心思看得透彻。他一生精于算计，大女儿攀附武将，二女儿拉拢文臣。我入宫，杨雨瑶嫁萧景逸，他面面俱到。说到底，求的不过是一个稳字。如今我已侍寝，他绝不会再一味偏袒杨雨瑶。毕竟，于他而言，最划算的选择永远是两头都不得罪。景妃娘娘一定要好生养着身子，切不可大意。太后娘娘说了，这是皇室的头等大事。劳烦管事费心，臣妾都记着了，定不辜负太后娘娘的期望。还是太后眼光好，这次选妃总算选对了人。全靠太后娘娘抬爱，臣妾才能有今日。母后送来的，是太后娘娘心疼臣妾，送了些补品和物件，明日都送回去。这般小事本就不值得争辩，好不容易与他的情谊近了一步，何必为了些身外之物闹得不快？圣上，臣妾想让人在院子里种2株榆树，就是上次跟您说的树皮能吃的那种。你很喜欢榆树？臣妾很喜欢，娘说过，榆树浑身都是宝，是百姓的希望。它结的榆钱能蒸着吃，树皮削去硬壳能嚼，就连根须也能充饥。百姓当真会被逼到吃树皮的地步吗？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不称职？比先帝差了太多。百姓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不过是求一口饱饭。圣上虽登基仅3年，可在臣妾心中，不许拍朕的马屁。臣妾说的是实话。先帝晚年一心扩张疆土，大肆招兵买马，苛捐杂税，压得百姓喘不过气，苦不堪言。而圣上登基后，厉行节约，劝课农桑，从不穷兵黩武，只求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如今各地百姓的日子早已比前些年好上太多，这天下的百姓都需要圣上。百姓需要朕？是的，百姓很需要圣上，臣妾也很需要圣上。满朝文武皆在等着他驾崩，太后纳妃也藏着盼他归天的心思。无人看见他的付出，无人认可他的价值。我特意说这些，便是想让他知道，他并非一无是处，这天下还有人需要他。刘景仁，我们生个皇子吧。往后1月，萧环隔3差5便来扶风院歇息，这般独宠，让后宫与朝朝的有心人都纷纷侧目。真好人捉肉吧。都遣回各自的宫殿，无需再来。对此，我始终装作无知，也从不在萧幻桌上提起半句。后宫之事，多言无益。娘娘，侯爷一边让老奴带话，说想见你一面。当日我入侯府，他因怕萧景玉误会，避而不见。如今反倒敢主动寻我了，想来是我得了萧皇的宠爱，对他而言有了可利用的价值。知道了，让他安排吧。你去殿外等候。第一次正式见面，这些年你过得可好？真要顾念父女情分，我来京城的时候他便该见我，何须等到现在我才有利用价值才现身？帮我求证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保你和你娘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富贵安稳。你说说看。查清楚萧幻的身体到底还能活多久？侯爷这是铁了心要站在萧景玉身边了。
其他的事你都不需要管。如今你深得萧恒宠爱，身为枕边人，你自然比太医更清楚他的身体状况。只要你把这件事打听清萧很清楚，待萧敬瑜继位，我保证你和你娘能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。杨敬之走后，我才想通他为何如此坚定地选择萧景薇。他想让杨雨瑶做皇后，让杨雨瑶的孩子将来继承大统。至于我这流落在外的女儿，他从未真正放在心上，不过是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罢了。他的保证，我半分不信。假如萧焕真的驾崩，我没有宠爱依傍身，便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以杨敬之的凉薄，只能翻脸无情。更何况杨雨劳素来记恨我，若她成了皇后，定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。不过杨敬之的话倒是让我心里有了定论。身为萧桓的枕边人，我自然最清楚他的身体状况。他确实有咳血之症，身子也算不上康健，可他的精力与状态绝不是太医口中只剩3年阳寿的模样。自那日后，我对崔嬷嬷也多了几分防备。每逢萧焕来扶风院休息，我都会让他在殿外候着，不许他靠近内殿。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传太医？日子就这般不紧不慢地过着，前朝后宫都算安稳。直到这一天，我这才惊觉自己的月事已经晚了整整1个月。启禀太后，景妃娘娘脉象稳定，原来是喜脉，已有1月余。从今往后，你万事都要小心。院子里的奴才哀家全部给你换了，都是心腹，绝不让有心人有机可乘。这3位太医就留在扶风院，每日都要给你请平安脉。不管是谁送来的吃食物件，一律让3位太医查验过才能碰。这要当父亲了。是啊，我们都有孩子了，以后不光是臣妾就需要圣上，是臣妾和孩子都需要圣上。放心，朕定会护住你们母子，护你们一世安稳。我自然为这孩子的到来欣喜，有了他，我便在这深宫这京城彻底站稳了脚跟。可我也清楚，这孩子的到来必然触怒了许多人，起码杨敬忠和萧景平绝不会为这个孩子的诞生感到高兴。我的日子怕是又要掀起新的风浪了。娘娘，侯爷带话来，让您想办法留掉腹中的孩子。他说如今扶风院守卫森严，根本无从下手，且萧锦衣尚在避，他不敢轻易冒险，只能逼你自己动手。侯爷还说萧景玉已经知道你怀孕的消息，这胎我必须保下来。我心里清楚，如果流掉孩子，杨敬之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我和娘下手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毕竟以萧桓对我的宠爱，他日后我未必能再有子嗣了。可若留着这孩子，杨敬之反倒都不敢轻举妄动。神圣抓了娘子，也不过是用来威胁我，绝不会伤他性命。我更担心的是，萧景玉回到京后，会不会真的对萧寒不利？嘱咐下去，密切关注萧景玉的动向，但凡他有入宫的消息，即刻来报，不得有半分耽搁。老奴遵旨。娘娘，不好了，萧景玉王爷回京了，此刻正往御书房去。快备轿去御书房。恭喜景妃娘娘身怀龙翼。王爷得胜回京，本宫也贺王爷凯旋。本宫还有事求见圣上，不打扰王爷了。臣妾参见圣上。快过来，千万别累着。皇上身上的酒味，怎么与萧景玉身上的分毫不差？娘娘，侯爷又送信来了。他说萧景业既已回京，最多再给您1个月时间。若是您还不肯留掉孩子，那便后果自负。嬷嬷，你说2个向来互相看不顺眼、处处针锋相对的人，会私下在一起喝酒吗？自然不会，除非这2人的不和都是装出来给旁人看的。原来我们所有人都被萧焕和萧景玉骗了。萧焕的身体明明远没有那般孱弱，
为何口风极严的太医会将他只剩3年阳命的消息传得满城极致？都说萧焕与萧景玉势同水火，可这么多年，二人虽时有争吵，却从未真正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萧景玉能在军中站稳脚跟，成为先帝亲封的铁帽子王，定是心思缜密，聪慧过人。若他真的觊觎皇位，为了名声，又怎会做出为了打仗而争抢赈灾银款的蠢事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君臣二人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，只是他们费尽心机演这出戏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萧景为兄王对你鸟事！皇上吐血昏迷了，快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回话，我要打听皇上的真实情况。萧月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朕好好的，就是怕你担心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放心，朕说过会护着你们母子，这话朕说到做到。再等等，就快了。等过了这阵子，一切便雨过天晴了。臣妾知道了。听萧婉的话，想来他们布了这么久的局，终是要开始收网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皇上病重，国本飘摇，臣请立萧景玉为皇太帝。臣等复议。后宫景妃身怀龙翼，即便要立储，也该等妃嫔临盆。若诞下的是皇子，理当立皇子为太子，才合祖制。萧恒病重，国本飘摇，唯有早立继承人才能稳住朝局。萧景义那厮狼子野心，竟妄图觊觎皇位。还有杨敬之，趋炎视势的小人，眼里根本没有组织。肚子，我的肚子有些不适。快救太医！娘娘，朝堂之上虽吵得厉害，却始终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皇上也未有任何动作。他究竟在等什么？景妃娘娘，本王近日得了个幕僚，人称神医，尤其擅长妇科。据说妇人怀孕5、6个月，她只需一把脉，便能知腹中是男是女。今日本王特意带她来，给娘娘把脉，也好让大家沾沾喜庆。有劳王爷费心了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此胎乃是位皇子。恭喜娘娘！小嫂子，是本王王妃和老丈人托人找了能工巧匠，特意做的。把这话跟皇兄说。晚上去。明日有一场好戏可。娘娘，皇上在朝堂上大怒，还说了天子一怒伏尸100万。诸位卿家请看，此乃萧景业昨日赠予景妃腹中皇子的贺礼，看似精巧，实则藏有剧毒。这些玩具全是用麝香酒泡而成，孕妇只要常接触，不出1月便会滑胎。回皇上，是宁远侯府的一位管事亲自找小的定做的，还特意嘱咐要做的精巧桃欢，说是给景妃腹中皇子的贺礼。拿下杨敬之，将杨敬之及一众附和的大臣拿下，押在殿中，即刻派御林军包围宁远侯府，仔细搜查。杨敬之及其党羽祸害皇嗣，结党营私，罪大恶极，全部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杨玉瑶牵涉其中，押入牢狱。萧景玉
识人不明，治理内宅不善，贬谪戍守边关20年，即刻启程。皇兄也太狠了，一贬就是20年，我连小侄子出生都见不着了。这侄子我可是盼了好些年，如今皇兄后继有人，总算不用我来接着皇位了。这龙椅还是让小侄子坐吧，我性子懒散，可吃不了当皇帝的苦。你本就是这般散漫性子，否则父皇当年也不会将皇位传于朕。这些年，朕其实一直盼着你能接位。皇兄饶了我吧，当皇帝哪有沙场迟请畅快？对了，皇兄你还说我笑起来僵硬，我那日对着小嫂子笑，还特意装的和善呢，竟还吓着她。你本就不爱笑，勉强笑来自然怪异。往后别对着刘景渊那般笑了，他胆子小。竟是如此。那回头我跟小嫂子赔个不是。朕记得你跟沈家大小姐青梅竹马，朕下旨赐婚如何？皇上英明。你心中定是藏了许多问题吧？若是皇上愿意说，臣妾便想听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与萧景玉的不和，全是装给旁人看的。当年父皇病重，将皇位传于朕，可朝中不少老臣心有不服，军中也有诸多将领蠢蠢欲动。他们私下找到萧景玉，想撺掇他起兵造反。朕与他兄弟情深，萧景玉本就无心皇位，可那些人里有不少是与他出生入死的将士，他断然拒绝，怕是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故而朕与他合计，索性演一出戏，借着二人不和的由头，引朝中那些心怀不轨的大臣浮出水面。宁远侯杨敬之便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。杨敬之早便结党营私，他接连嫁女，不过是为了攀附势力，壮大自己。萧景玉顺势娶了他的女儿，便是为了近身监视。此次他对你腹中孩子下手，也是萧景玉暗中示意。放开我！朕正好借着这个由头，将朝中所有不稳定的势力一网打尽。至于萧景玉，因有毒害皇嗣的嫌疑，朕贬他戍守边关20年，他那些手下的将士也无话可说。你也知他性子，一心恋着沙场，镇守边关于旁人是苦差，于他而言却是如鱼得水。那太后娘娘那边，皇上又是如何安排的？还有，皇上先前为何一直不肯让其他妃嫔侍寝？母后素来不喜萧景玉，朕并非不想诞下子嗣，只是若让这些妃嫔生下孩子，他日孩子继位，甚至对萧景云痛下杀手。朕不愿见自己的孩子与亲弟弟自相残杀。如今你怀了皇子，与那些势力毫无牵连，朕便无此顾虑。待皇子成年前，朕会一一解决母后母家那些有野心之人，为他扫平前路。而你先前听说的皇后去灵台寺礼佛，不过是借口。那些妃嫔，朕早便安排他们改了身份，出宫嫁人，寻个安稳归宿。威武！启禀皇上，杨敬之及其党友一案已审理完毕，罪证确凿，现已尘埃落定。准宁远侯府上下尽数判流放。皇上，从宁远侯府搜出的来往信件中，还牵连出景妃娘娘生父楚成业，信中皆是其对杨敬之的阿谀奉承，还有多年来为升官向杨敬之行贿的证据。大理寺即刻派人前往沧州，将楚成业与大夫人捉拿归案，押送回京。在大理寺的人动身之前，朕已下旨，让你娘与楚成业和离。朕也派人去沧州接你娘来京城了。过些时日，你们母女便能相见。远儿，你身子还好吗？路上听说你怀了身孕，为娘既开心又担心。女子生产本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，你可一定要好好保重身子。楚成业，你也有今天。是女儿，是刘景冉，是女儿。你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萧环的妃子，还怀了皇嗣，只要你跟萧环求一句情，我肯定就能出去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求刘景冉救我们！
楚大人，你倒是天真。本宫今日过来不过是想看看你如今过得有多惨罢了，想让本宫救你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刘景软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救救我吧！这些年我是对你不好，可我终究是你爹呀！你也配当刘景元的爹？楚成业，你这骨子里坏透了的！为了自己的乌纱帽，逼着自己的妻子送上门，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！你还有脸提刘景元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糊涂。只要你救了我，我以后做牛做马伺候你们母女二人。我怕脏了眼，恶心。不孝子，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！你想死自己死，别害死老子！只觉胃里翻江倒海，脏了眼睛的恶心。刘景然，女儿，你救救我，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哪里是知道错了，不过是贪生怕死罢了。这般人，死不足惜。快热水！娘娘，深呼吸，跟着老身的节奏来，用力，再用力！刘金远，别怕，娘在呢，一直都在，千万别怕。刘金元，你别怕，朕在呢。刘金元，你别怕，朕在呢。朕记着你说的，榆树是希望，是安全感。朕早已在院外给你种了2株榆树，就等你和孩子一起看。你再坚持坚持，朕一直都在。朕还答应过你，要和你一起吃榆钱，一起烤榆树皮。你说过那味道很好，朕还等着和你一起尝呢。生了，是小皇子，小皇子出来了。好，平安就好。往后，我有娘，有萧欢，还有孩子，再也不是孤苦无依的人了。这人间的温暖，终究是落在了我身上。